上一条视频说到，我来到宁夏中卫市的四口子景区，这里是著名历史典故苏武牧羊的发生地。这里奇险雄美的四口大峡谷，怪石嶙峋的石峡子，让我领略到了险幽奇绝、独秀天下的自然风光。这里苏武牧羊的故事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苏武断桥、苏武栖身石窟等历史遗迹在这里不胜枚举。在四口子的古道上漫步，沟壑间驻足，一种远离都市、走进历史、融入自然的回归感，使人生发许多感慨。离开四口子之后，我回到中卫市稍作休整。第二天午饭后，我便沿着338国道继续往西边走，前往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南长滩村。途中会经过一个著名的景点沙坡头，这里被称为中国版的66号公路，但我并没有停留。也许更加吸引我的是大西北原生态的古村落。在这里天气变幻无常，昼夜温差大，白天一出太阳，紫外线会特别强，但是一旦下雨，温度就会瞬间下降许多，甚至会觉得有点冷。这条粗犷的西部公路，雄奇的西北风光，令我多次停车驻足。俊谷现在是去往南长滩的路上，是经过这条338国道。你看这里呢，就是真正的大西北的风光了，真的是最好的风景了，永远都是在路上。即使现在是下着雨，我还是停下车，在这里看一下。这后面还有一整排风力发电的风车。338国道，现在距离南长滩还有54公里。要1个小时10分才能够到达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南长滩村的位置比我想象中要隐蔽得多，从338国道下来就进入了一条小路，这条路甚至连名字都没有，好长一段路都是渺无人烟，路两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，只有几棵小草还在顽强地生长着，这样的土地想必也很难在这里种植粮食。我沿着这条进村唯一的道路驾驶，开了许久才到了黄河边上。此时眼前出现了一片绿洲，我知道目的地就在前方了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这里并没有桥梁，人们进村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轮渡。这可是宁夏黄河第一渡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汽车开上轮渡。这是长滩1号，我要先问一下，这个运过去多少费用啊？现在黄河水非常急啊，可能是因为今天也是下雨。师傅，这个过一趟多少钱呢？来回60。然后回来的时候是要打电话给你吗？在对面等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好的好的。师傅说来回60。开车上船喽。
就这样停中间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次把车开上渡轮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渡轮是绑有铁链的，师傅在里面操控。现在整艘渡轮就是掉头，可以感受到江水非常的急啊。师傅，你这个船下面有马达的吗？哦，纯粹就是靠这个江水来漂流啊。靠岸了，短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过来了。开车上岸喽。今天下雨天啊，没有什么游客。我想这里应该就是停车场了。你看前面呢是有一条梯子，这应该是通到他们村子里的一条阶梯。我很好奇，这个村子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如此偏僻、如此隐蔽的地方居住？原来呀，这群人是西夏党项族的一支拓跋氏，当年为了躲避战乱，乘羊皮筏子逆流而上，发现此地没有人烟，又挨着黄河岸边，土地相对比较肥沃，于是就定居此地，数百年来都不被外人所知，堪称是世外桃源。可以想象，在战争频发的年代，这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没有陆路的。鲁迅先生说过，这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。而这条进入村里的小马路，也是这群人在和平年代祖祖辈辈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曾经的战乱年代使人分离，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，都躲到大山深处去建立村寨。而如今的和平年代，大家又重新往人多的地方聚集，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大城市。而偏远的山村渐渐的一个个变成了无人村，最终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处遗迹。物换星移，时过境迁，让人感慨万千。现在还下着雨啊，但是我等不及了，现在就想逛一逛这一座黄河边上的古村落。你看两边呢都是玉米，哇，你看这个玉米杆子啊，这么高，它比起其他地方看到的玉米啊要高大一点。哟，有村民在这里避雨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这里是有客栈吧？有。住宿的？有。哦，是在哪一边呢？你上去就知道。哦，这里上去对吧？啊。哦。你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人呢？这个村子。啊，有这个村子啊。啊。现在。对。现在有个500人这么。500来人。嗯。那这些都是梨树啊，上面都结满了果实。你看，很多啊，但是现在个头还比较小，还不是摘梨的季节啊。你看一下这个梨树的树干啊，多大？这个起码要3个人才能够环抱得过啊。原来这里就是梨园啊，你看上面那块牌子。在河滩边上种植着很多300-500年的老梨树和枣树，这也证明了南长滩村是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我听当地人说，4月中旬是梨花开放的季节，每年都会有很多美术生来这里写生，可以说这里已经成为艺术生的打卡圣地了。这个雨从今天早上就开始下，下到现在都没有停过，所以我估计啊，今天一整天都是会下雨的了。啊，看上面这一块牌子写着拓跋人家，拓跋就是一个姓啊，这是以前西夏国党项人的其中一支，当年呢就是为了逃难，
到这里来繁衍生息，仍然还在这里居住的人口啊，大概是有500来人。我沿着小道走进村子，发现这里大概有200多户人家，很多人家都有养羊，据说最少的都有100多只。在春季梨花开放的季节，游客们还会来这里采摘鲜果，旅游业也做得不错。虽然这里地处偏远，但是在黄河边上，土地相对比较肥沃，物产还算丰富，想必这里的村民日子也能过得比较滋润。这里真的是四面环山啊，特别是北面的这些山比较高。阿姨你好，你在哪里在的？我从广东那边过来。广东的。广东对。广东大得很啊。广东对，一个省嘛，挺大的。大的。阿姨，这里的人呢，他主要是靠种植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就成了枣是艺术啊，枣树啊。枣树。大家卖枣子，现在都不值钱了嘛。枣子不值钱了。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梨树。梨树看到很多。没事，我年轻人没事。那个大梨树呢？大梨树啊。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枣子树啊。你这不是枣子树？这里就是。这个边上就是枣子树。这边的是枣子。主要就是靠种植枣子和梨啊。那还是不错的嘛。平时这里游客多不多啊？平时游客多不多？过来参观的人多不多？也多呢嘛。也多啊。昨天不是拿这个团子学生娃娃，摘了2天。摘了2天。好，那我上去上面逛一逛啊。你上去。好，谢谢您啊。不用谢了。好，慢慢走啊。好。下雨天村道上也没有什么人了。我看到这里的房子啊，基本上都是1层的，因为大西北地区啊，本来就是地广人稀啊，而且他们的墙壁啊，基本上也是装饰成这种土黄色，地面就是用这种青石板来铺的。这就是大西北农村的风貌。刚刚我看到村子里面是有吃饭的农家乐。现在呢，我要回去车里，晚一点呢，我再回来吃饭。晚上呢，我就想直接睡在车里算了，因为今天下雨嘛，下雨天气比较凉快。当我逛了一圈南昌滩村之后，发现时间已经不早，而这里的道路又是渺无人烟，我就决定在黄河岸边扎营过夜，听着黄河的流水声，等待天亮，第2天才继续赶路。有了这个车边帐之后啊，就有瓦遮头了。因为有时候呢，也是需要在车子旁边呢烧水。加上了这个车边帐啊，我就可以把车子的车门呢打开，让它透气。2个包，车子里面的东西啊已经非常多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的营地了，就在黄河的岸边。你看我平时就是这么剪辑视频的啊。我还带了一个随身 WiFi， 这个1年呢要充值600-700块钱，相当于每个月就是60来块钱的网费。你看这个 WiFi 信号还可以啊。后边这些呢，这下来小腰杆啊。那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俊谷，感谢您关注我的视频，我们下一站永泰古城见。